我家开了一个生鲜超市，口号是不卖隔夜菜，每天晚上打折，半点一降折扣，到晚上11点半打1折，早去食材新鲜，晚去享受优惠。可却被几个贪便宜的老头老太太盯上了，每天7点半准时扫荡，选好了东西也不来结账，随便一坐就坐到晚上11点。2、3斤的牛腩肉10块钱买走，上好的排骨5块钱买走，还有些龙虾海鲜，个个都没能幸免于难。那咋了？你们店里就是这么规定的，11点打1折，我们刚刚没调好，先到先得。你要是眼花算错了钱，小心我举报投诉你，让你家店开不下去。我爸在奶奶家附近新开了一个生鲜超市，我家的生鲜超市是连锁，陆陆续续也开了5、6家门店，店里的生意都很不错，多是开在中高档小区附近。奶奶家这一片原本是个村，近几年发展拆迁才新盖了几个小区，原先的村民也都住进了回迁房。我爸原本是不想在这里开超市的，老人上了年纪，身体总是不大好，我爸担心奶奶要在奶奶家久待，再加上因为是新盖起来的小区和回迁房，周围的便民超市没有几个，大的菜市场也在几公里开外，考量一番，最后这事也就定了下来。开业那天，我家店里的生意火爆异常。我家生鲜超市的口号是不卖隔夜菜，店里的蔬菜、海鲜、肉、蛋奶都只卖1天，每天从晚上7点开始打折，7点打9折，8点打7折，9点打5折，到晚上11点半打1折，就相当于全场白送了。早去食材新鲜，晚去享受优惠。现在市场上的生鲜超市竞争压力大，我家也是靠着这种方式发家致富。开业前3天，消费满68返18的电子优惠券，活动力度很大，店里人满为患。我和我爸在店里帮忙，附近小区的居民都来了，多是大爷大妈。不大的门店里挤得满满当当都是人，我拿着大喇叭维持秩序。一个大爷扎在人堆里问我：“你们店每天晚上都打折？”我说了声是，每天晚上7点开始全场打折，7点打9折，7点半打8折，每半个小时降1折，晚上11点半打1折。店里的蔬菜、海鲜、肉、蛋奶保证新鲜，都是当天现卖。我们不卖隔夜菜，我们门店是连锁。发现隔夜菜打电话举报，假一赔10。大爷一听差点没乐开花，他一拍大腿就嚷嚷道：“打1折，那就是原本100块的东西，花10块钱就能买下，还有这种便宜？”那群大爷大妈们一听，当即表示现在先逛逛看看，先不买，等到晚上打1折的时候再来。我一听就在心里笑了，做生意的没比别人多2个心眼子，能赚钱吗？一切的优惠力度和营业模式都是建立在赚钱的基础上。我家超市一般等到晚上8、9点，店里的菜就所剩无几了，稀稀拉拉全是些别人挑剩下的，白送给人，人都嫌弃的那种。一般7点半左右上班族下班就是最后一波客流量高峰，更别提现在还是刚开业，活动力度最大的时候了。果不其然，那些大爷大妈们左熬右熬，终于熬到晚上10点来我家店里大展拳脚的时候，一进门全傻眼了。货柜上早就空空荡荡，稀稀拉拉剩下几根菜叶子，什么海鲜牛肉早就卖得一干二净。大爷大妈们当下就气得两眼发昏，在店里吵起来了。一个大爷拔高了嗓门喊：“这怎么都卖完了？”旁边的姚丽蓉大妈面红耳赤，连声附和：“是啊，我平常9点就睡了，今天专门拧大腿熬到10点来，结果就剩下这些烂菜叶子，白给我都不要的。”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叽叽喳喳吵成一团。这些人都是傻的吗？有便宜不占，不等到1折的时候再买，这么早买回去做什么？是啊，自己有便宜不占，还要让别人也占不上，这就是害人的。他们聚在店里，嗓门一声比一声高。有个店员小姑娘已经上去劝，试着安抚。小姑娘好言好语：“这几天店里活动力度大，再加上大家都是7、8点下班，明天您早些再来看看呢。”小姑娘说话客客气气，态度也是没得挑。我也很客气的劝，让他们明天早些来。可一连几天，他们都没像想象中那样占到便宜。为首的姚丽蓉大妈终于在第3天破了防，扯着嗓子就开始尖叫：“这是你们店的规则有问题，这是欺诈消费者，一点都没有同理心，不尊老爱幼，一张嘴说不过7、8条舌头，更别提战斗力不容小觑的大爷大妈。”本来没人搭理他们还好，眼下一搭理，他们更是集中了火力，对着一个人开炮。但凡有店员敢去搭茬，就少不了被他们团团围住，脸都憋得通红，除了道歉再也挤不出来半个字。他们的架势也越来越嚣张，3天就改头换面，变成了一副活脱脱的土匪样。他们从我们店欺诈消费者说到要去123、115投诉举报，还有说要告到妇联的。从小耳濡目染，跟着我爸开店10几年，毫不夸张，我从没想过人居然可以这样。见过难缠的，但没见过一点理都不讲的。我有些恼了，学着他们的模样，也开始扯着嗓子叫，对店里的规则不满意不服气，觉得我们是黑店的就去举报，欢迎你们。我瞪着那姚丽蓉大妈，谋足了劲就朝着她喊，催着她现在就去举报。
这附近多是上班族，人家要上班，下班了抽空买菜，人人都有钱又闲。10公里开外也有大菜市场，你们再站在店里吵，我们就报警了。和他们这种不讲理的讲理是不可能的。我也不必多费口舌和他们解释，拿出点强硬的态度出来，他们就怕了。我不愿意把话说得太难听，毕竟我家店还要开门做生意。一见我是块硬骨头，他们的口气马上就软了不少。有的闭上嘴不吭声，一个劲的斜眼瞅我；有的索性装没听到，专注于货柜上的那几根烂菜叶子；还有的拉不下脸，咽不下这口气，继续要和我掰扯的。那我就往死里对，阴阳怪气说他们占便宜，没捞到好处破防了，非要把事情闹到这种地步。这下好了，一个个全都哑口无言。他们哄闹着不情不愿地散去。隔壁一家卖烟酒的大姨见了我家店这场景，拉过我小声提醒：“你们不在这住吧？你打听打听去，这几个老东西都是最不好惹的。”那几个大爷大妈的背影已经远去，可大姨依旧十分警惕，瞪圆了眼睛。这附近谁家开店不是求爷爷告奶奶的别惹到这几个？别说临期搞特价的了，就是明码标价的东西，他们也是要硬占便宜。这附近店少的原因也多亏了他们。一劝你别和他们对着干，也就5、6个老头老太太，有些小便宜就让他们占了，毕竟开门做生意哪有不吃亏的，别到时候闹得关门了，得不偿失。果不其然，第二天那群老头老太太就在各大业主群里蛐蛐我家店是黑店，讨不到好处，还遇到我这块硬骨头碰了一鼻子灰，他们开始着急了。他们的手段一登场就是无下限，这下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新开的那家生鲜超市，大家都可别再去了，我昨天在他们那买了肉，谁知道一吃当天晚上全家老小上吐下泻，我大孙子都送急诊了。是啊，我晚上去店里想找点别人剩下的便宜菜，结果人家店里一个小姑娘特别横，说我买不起别买，还说人家店上面有人，我举报投诉都没用。顾客就是上帝，这哪是开店啊？我竖着进去都怕是要横着出来了，大家可千万别去啊，没有吧？我昨天早晨去的，店里的东西又便宜又新鲜，我买了一大袋子，才花了70多，马上充了500块钱会员。你们几个快别瞎说了，每次附近开超市，你们几个都要去闹，倒闭的倒闭，搬家的搬家，现在好不容易有个生鲜连锁，再被你们搅和的关门了，我们上哪买菜去？一见有人替我家店说话，那群老头老太太们马上就开始发语音，挨个对。60秒的语音是微信的极限，不是老头老太太们的极限。一口流利的土话说得极其难听，学了点新鲜词汇就硬套。一会嚷嚷着我们是官商勾结资本主义的走狗，一会又戳人家心窝子，攻击别人的家长里短。03群里吵翻了天，那几个更不好惹的婶子一出马，老头老太太们就都闭上了嘴。他们造谣污蔑我家店，我同样不能坐以待毙。我洋洋洒洒编辑了一段话，反手就发到了群里。我是生鲜店的店长，感谢大家对我们店的关注，特地延长开业大酬宾的时间到1个礼拜，会员充200返20，月月有代金券。更多活动大家关注小程序，参与抽奖领打折券。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我家店供货渠道透明可查，店内24小时监控，空口无凭造谣抹黑我们店要负法律责任，有任何情况提供消费记录，我们店全权负责。几个大姨特地帮我艾特了那个说买我家菜回去吃，全家上吐下泻进医院的老太太。结果那群嗡嗡嗡如同苍蝇一般的老头老太太们，这会马上又不吭声了，装聋作哑。我虽然损失了几个老头老太太的生意，可却换来了一大批忠实粉丝。归根结底，我家的生鲜物美价廉，满50还免费配送上楼。各项成本算出去，开销虽然不少，但这个门店的生意也是实打实的做起来了。有时候都等不到晚上开始打折，店里的东西就都卖得七七八八。月底的时候，我爸还专门给员工们包了大红包做奖金。大家工作轻松，工作环境还好，赚的钱也不少，自然都是尽心尽力。那几个老头老太太们瞧见1个月过去，我家不仅没倒闭，生意还越来越火，偏偏自己还一次便宜都没占到，就越想越气。他们不甘示弱，心生一计，店里晚上7点开始打折，于是他们约好了6点一起扎堆在我家店里。晚上6点还不是最后一波客流量高峰，他们围在店里对着货柜这挑挑那拣拣，选好了东西也不来结账，随便坐在角落的一个货箱上就开始唠，边唠边斜眼我们店里的员工，尤其是我。他们这一坐就坐到了晚上11点，所有品相好的菜和肉蛋奶都被这帮老头老太太垄断了，死活不结账，就在手里死死的攥着。带头的姚丽蓉老太太更是胳膊上挎的筐里装得满满当当，像小山一般。期间还有别的客人进来，尤其是上班族下班的高峰，别人进来挑挑拣拣，可货柜上剩下稀稀拉拉全是些品相不好的。他们凶神恶煞的往那一坐，人还没走到他们旁边，他们就开始挤眉弄眼的飞眼刀，满脸的褶子一拧巴，眼珠子瞪起来，呲着牙，嘴里在无声的小幅度开合合几下，就吓得别人退避三舍。几个店员轮着去劝了几次，
他们的嗓门一声比一声高，更是格外的硬气。那咋了？我们还没选好。就是没选好，我怎么结账？又不是没结账就出门了。你这开门做生意还撵客人呢。你要是嗓门大些，他们大有马上就躺地下的打算。11点1到，他们边吵吵嚷嚷挤在柜台前结账。姚丽蓉大妈对着结账的店员指指点点，现在可是11点了，你看清楚了结，都是打1折。你要是眼花算错了账，小心我投诉你。嘴巴一张，唾沫星子边都头而下，迎面被喷了满脸。店员有苦说不出，为难了看了看旁边的我，我点了点头，他才开始一件接一件的扫码结账。2、3斤的牛腱子肉10块钱买走，30个1盒的土鸡蛋5块钱买走，还有些龙虾海鲜，个个都没能幸免于难。我敢说，要是我们整个门店也打1折，他们一定拆了屋顶卸了地板，直接抢成毛坯房。结账的时候，老头老太太的脸上可算是乐开了花，一脸褶子笑得合不拢嘴，连同脸上的老年斑都如沐春风。可偏偏他们占了便宜还不愿意说便宜，非得10分拧巴的说要不是打折，我们店里的东西可是贵的啧舌，又当又立，脸皮之厚无人能及。那些贵价的东西有一半原因是给晚上打折的时候特供的，价格歧视做噱头，提高购买力。可这1折确实是板上钉钉的亏了本。由他们这么一闹，一天下来不能说1毛不赚，起码得倒贴1天的水电费。结账的小姑娘又急又气，等着老头老太太离去的背影，撇着嘴巴说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赶也赶不走，也不能在门上贴狗与老头不得入内，好好结账还要白白受他们一顿气。如他所说，一时间我算是陷入了两难。我想着隔壁开烟酒店大姨的话，觉得稍稍让步缓和些关系也未尝不妥，可没想到不是未尝不妥，简直是实在不妥。对于无底线不要脸的人来说，只要我们的蛋壳上有一丁点缝，就会被这群苍蝇叮到彻底破了壳，拆吃入腹去。正赶上我家里出了事，奶奶要做手术，白内障不算大手术，上了年纪，问题都在术后，要住院1个礼拜观察。店里的生意也就先这么搁置下来。可没想到这1个礼拜，店里可算是乱成了一锅粥。代理店长更是3天2头打电话来，痛哭流涕，哭爹喊娘。那群老头老太太们自那天尝到了一点甜头后，就愈发肆无忌惮起来。晚上雷打不动6点扎堆到店里，先花1个小时挑挑拣拣，然后3、5成群一屁股坐在角落里干等。货柜上空空荡荡，他们筐里倒是满满当当。他们上次更是和一个来买菜的花卷头老太太吵了起来。花卷老太太一连好几天没买到新鲜菜，气急败坏就要抢姚丽蓉老太太筐里的。花卷老太太气得破口大骂，这么大岁数了，没脸没皮的，连着3天了，我天天接大孙子回来，一根菜叶子都没买到。姚丽蓉老太太也不甘示弱，死死抱着自己的筐就不撒手，恶狠狠地狂吠，这是我的菜，你抢我的菜，我是老人，懂不懂尊老爱幼，有没有同理心？我岁数可是比你还大，你跟我讲尊老爱幼？花卷头大姨不惯着他，哪就是你的菜？连账都没结，怎么就成了你的菜？2个人争执不下，店员轮着去劝，都是无果。双方都像一点火就要爆炸的炮仗，瞪眼的瞪眼，跺脚的跺脚，两边都不甘示弱，大战从互吐口水升了级，演变成上手推搡。他们俩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谁敢上手拦？代理店长劝不动，吓得要报警。谁知电话刚掏出来，花卷头老太太就大喊着，都不用拦我，比他岁数还大，出了事算我的，我今天就要治治这个老不死的。花卷头老太太胳膊肘一使劲，就把那姚丽蓉老太太撅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花卷头老太太二话不说就把她手里的筐夺了过来，不顾姚丽蓉老太太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嗷嗷的叫声，就冲到柜台前要结账。花卷头老太太一抹头发，扯了扯身上的冰丝褂子，对着收银员说：“姐，我要脸我比不得他们穷的来讨口子一样，我兜里有退休金，我就让所有人都看看，不是所有老人都像这帮不要脸的一样。现在的社会就是被这群老不死的弄得乌烟瘴气。正值晚上7点半，全场打8折。”花卷头老太太豪横地刷了自家儿子的卡，痛快地结了账。她潇洒离去，留下姚丽蓉老太太坐在店里哭爹喊娘，干打雷不下雨的扯着嗓子嚷。花卷头老太太有意给我们店撑腰，也算是煞了煞这群爱占便宜老头老太的威风。经此一役，那群老头老太太们消停了些日子，收敛了不少。可他们很快又学聪明了，这个社会上不好惹的是少数，剩下的就全是些可以随便捏来捏去的软柿子。他们放晚了扎堆来店里的时间，刻意避着花卷头老太太出没的时间段。如果真的不凑巧碰上，就躲的躲，避的避，甚至还会从自己筐里专门挑出来几个摆在货柜上。他们不敢惹花卷头老太太那批凶神恶煞的人，就开始专门挑这些年轻人欺负。带孩子的妈租房子的上班族，还有看起来面善的男人，就连摸样瞧着顺眼些的狗，进了我家店里都得被他们咬上一口。那天我刚赶回店里，
就瞧着他们为难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宝妈。那个宝妈要买些牛肉和胡萝卜给宝宝做辅食，才逛了半圈，那群老头老太太们就像土匪一样闯进了店里。姚丽蓉老太太和自己的老姐妹一看品相上好的牛肉进了人家的筐里，一下子就有些不乐意了。姚丽蓉老太太一开始试图以德服人，劝说宝妈把筐里的牛肉让给自己。宝妈有些为难地婉拒了她，说道：“姨，我好不容易赶着特价来买个牛肉，之前来了好几次都没买到，也是给宝宝做辅食的，今天这份就让了我吧。那边还有海鲜什么的，也都是好东西，您再看看。”一听宝妈说话客气有礼貌，姚丽蓉老太太眼珠子一转，嘴巴一歪，叉着腰就开始刁难，依旧是搬出那套尊老爱幼的说辞，拍着胸脯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有这病那病。见宝妈依旧不愿意把牛肉让了她的说辞立刻升了级，老嘴皮子一张叭叭叭咧咧咧，仿佛今天不吃这个牛肉马上就能要了她亲命。她身旁的老姐妹老哥哥们还你言我一语的附和，最后费尽了唾沫，耗完了耐心，撸起袖子直接就要抢。孩子在婴儿车里被他们吓得哇哇大哭，可怜无辜的孩子也要挨姚丽蓉老太太的骂。吃什么牛肉？这么小吃牛肉咽得下去吗？也不怕噎死了？你这当妈怕不是要存心孩子自己的娃？宝妈气得掉眼泪，抱着孩子哄，不再吭声还嘴，由得他们拿走牛肉。当初我们哪有这么好的条件？别说牛肉了，连牛屁股都没见过，我们都是苦了一辈子，都是挑好吃好喝的让给你们，现在你们也应该让给我们，给你吃就是浪费。我刚进门就目睹了这场景，他这一嗓子还没落地，我就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我一把挤开他，趁着他愣神的功夫就把牛肉物归原主，还给了宝妈。我挡在宝妈身前，不等那群老头老太太们开口说些什么，我掏出手机反手就报了警。一看我打了110，他们一下子都傻了眼，面面相觑不吭声。我懂法，可现在依旧要装的不懂法。在电话里我把事情夸张些说的严重，说有人聚众闹事要抢劫我们店，这一盆脏水直接泼到了那群老头老太太们身上，他们缓过神就狰狞着脸呲牙咧嘴的开始骂我。放你的屁说，谁聚众闹事抢劫你呢？我们是来买东西的，就是我们可是来买东西的上帝。我喊来一个店员带宝妈去结账，转过头就指着他们一个个喊道：左右你们都是土埋到下巴的人了，这牛肉给你们吃了才浪费，吃了牛肉也治不好你们的脑子，治不好你们不要脸的毛病，只会在大厂里变成屎拉出去，这才是浪费。我一把抢过一个老太太手里的筐就摔到了地上，筐里的东西零零散散撒了一地。我又说道：说你们抢劫都是夸你们了，一个个和土匪一样，自己做出这种德行的事情，不想着给自己儿子女儿孙子孙女积德吗？你们也不用跟我在这掰扯，大字不认识几个，警察总认得的吧？让警察来管你们就是了。警察很快就来了，看了监控，又和几个店员了解了前因后果。一见到穿着蓝衣服戴着黑帽子的民警，那群老头老太太们乖巧的像鹌鹑，一个个排排站在那里，低眉顺眼也不吭声，刚刚嚣张跋扈龇牙咧嘴的气势顷刻间荡然无存。我原以为他们这般不要脸，见到警察叔叔也必然会挺直了腰杆，理不直气也壮得撒泼依旧，可没想到他们现在却唯唯诺诺，连大气都不敢出。店里没什么损失，更何况全场打折的事情本就是店里的规则，这也是我家店一直选择地理位置开在中高档小区附近的原因。我们内部测算过，这种营业方式并没有什么问题。逐步打折用于区分愿意付出溢价和愿意用自己的时间便利性交换折扣的顾客。购买力不强的客人没那么在乎菜新不新鲜，更在乎菜的价格，而购买力强不在乎价格，只在乎便利性的客人付出的溢价也完全弥补掉折后损失的成本。只是人性的恶意，对于那1块2块的便宜可以是无穷大的。警察也只是装装样子教育他们，煞有其事的给他们子女打电话，各自把自家爹妈领回家去之后，也就到此为止，事情不了了之。他们走后，警察也劝我说，这几个老人平时横管了，这附近好多家店都是这么搅和黄的。当初拆迁的时候，这几个就是首当其冲的刺头。警察说，可你家开门做生意是选择不了客人的，你们店的这种营业方式是好，我家里人也常常来买，但他们3天2头就来闹，我们也只能口头批评教育下一下。实际上你也清楚，我们是没什么办法的。店已经开了起来，何况除过这几个变态老头老太太，店里的生意算得上是很不错的。我不甘心由着他们这样把生意搅黄，于是和我爸商量着想想办法。因为是连锁店，这种营业方式本就是我家店的宣传手段，现在一时间还没有办法贸然改变。恶人还得恶人磨。我经过几天挑选，专门选了几个不好惹的凶神恶煞大姨在店里站岗当收银员，排班制，分上下午，不怕成本高，主打有仇就报。一开始效果显著的惊人，那几个带以虎背熊腰瞪着铜铃一样的眼睛，好像 X 光射线。他们的提成和营业额挂了钩，
眼下比谁都要痛恨那几个断他们财路的老头老太太们。一到点，老头老太太们照常像土匪一般进了我家店。店员换了几个人，他们还没仔细瞧，倒是先隐隐约约觉得店里的氛围不太对劲。他们没放在心上，挑选完正一屁股坐下，准备等到11点再结账的时候，柜台那边就传来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嗓子：“干嘛呢？你们这是你坐的地方？”这中气十足的一嗓子，哪怕知道不是在说自己，听到了也要本能的哆嗦一下。那群老头老太太们循声望去，瞧着店员换了人，那模样看着就不好惹，不想直面和这个刺头硬碰硬，也就不情不愿地站了起来。可还没待够半个小时，黑脸大姨又开始喊了。接下来的半小时催了他们20多次结账，他们不愿意结，黑脸大姨就开始变着花样的骂街，天上一脚地上一脚，毫无逻辑，句句骂人不带脏字，嘴皮子快得像打快板，噼里啪啦问候了他们祖宗18代身体是否健康。这回轮到老头老太太们，脸都憋青了，也嘴里也挤不出来半个字。老头老太太搬出尊老爱幼硬套公式说要报警，黑脸大姨开始胡诌：报警好啊，我去年刚放出来，把你胳膊腿都卸了，能被判几年？只告诉你，别让我再出来，再让我出来，把你全家的胳膊腿也都卸了。老头老太太们还知道害怕2个字怎么写，闭着嘴巴装聋作哑。他们赖着不结账，黑脸大姨一左一右，像黑白无常，直接抢过他们筐里的东西摆回去，前脚摆，他们后脚抢。大姨们像遛狗一般耍得他们团团转，把他们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等到再有客人来买东西时候，大姨就问结账的客人：“还有牛肉、鸡蛋什么的，你要不要？”货柜上空无一物。客人环顾四周，茫然点头说要。大姨一听，立刻挽袖子就从那群老头老太太们的筐里抢了回来，扫码结账，一气呵成。姚丽蓉老太太气歪了嘴，坐在地上嗷嗷直叫：“懂不懂先来后到，懂不懂尊老爱幼，有没有公德心，有没有同理心？”老头老太太们屡战屡败，越挫越勇，大脑皮层抛光的好像没有一丝褶皱的脑瓜子，想不明白大是大非，也不通人情世故道德素质，可却存了满满当当的坏水。他们机灵，见店员不好惹，就还是老样子，挑软柿子顾客下手。店里不能久待，那就转移战场到店外。他们也不在店里傻等了，每天从7点多互相大眼瞪小眼，等到11点，再有功夫折腾，身体也经不住。索性他们改变策略，晚上早早吃过晚饭，就来店里先挑东西，挑完一个就在犄角旮旯里一放，然后挤在门口的小广场上跳广场舞。他们音响声音开得很大，动次打次，狠狠敲打着别人的鼓膜，吵得人头痛欲裂，嗡嗡作响。原本他们跳广场舞是在外面的大广场上，现在因为我家店开业，他们每天来这里蹲点，已经快2个多月没跳过广场舞了。现在能重操旧业，一个个都格外精神。黑脸大姨一开始只以为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他们学乖了，来转悠一圈，什么都没买，就老老实实的出去了。在外面跳舞也就跳吧，扰了民，自然有别人来收拾。这一跳，直接跳到了晚上快10点，有大爷拿着大喇叭在楼上喊了一嗓子之后，他们这才不情不愿地闭了音响。接着他们又在外面唠嗑，东家长李家短唠到了10点59。黑脸大姨越瞧越不对劲，谁知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11点1到，那群老头老太太马上撒丫子乌泱泱闯进店里，不知道从什么犄角旮旯搬出满满当当的筐，挤在柜台前就结账。见大姨骂街，他们这下可来了精神，可有了理。那咋了？我们可没在你店里影响你开门做生意，这是先来后到，我们先到先得。你就是一打工的，要的也不是你的钱，掏的也不是你的兜，你这么卖命，人家又不会多你1分钱工资。他们当然不知道所谓的提成，大姨们也深知掰扯这些道理，他们也听不进去半个字。他们七嘴八舌，还嚷嚷着：“你们店可是说不卖隔夜菜，这下你不接也得结你，要是把东西扔了，我们就投诉举报你浪费粮食。”就是，还不如1折卖给我们，我们还愿意掏这个钱。你们也是捡了便宜，要不然我们1毛都不会掏。大姨们没了办法，无奈结账，依旧是2、3斤的牛腱子肉，10块钱买走；30个1盒的土鸡蛋，5块钱买走。什么龙虾海鲜、上海青小白菜，个个都没能幸免于难。黑脸大姨们恨得咬牙切齿，不由得对我家店生出几分同情来。之后的几天，大姨们都格外卖力气。可店那么大，来来去去都是平时注意不到的死角，他们还专挑店里忙不过来的时候，趁着大姨们不注意，把挑好的菜在犄角旮旯里一藏，谁能发现得了？哪怕是抓住了他们的现行，他们也会乖乖地撇下筐出门。等到你再一个不注意，他们就卷土重来。他们在门口跳广场舞可不是白跳的，一个个伸长了脖子都在往窗户里看。要是发现有人敢拿他们的菜，一个箭步就冲进去追着人骂些什么尊老爱幼、先来后到，你没格局没教养。这场猫抓耗子的游戏，大姨们已经竭尽全力，可没有3头6臂，难免放了些漏网之鱼。
店里的营业额也因为这几颗老鼠屎，算不上倒闭破产，也算持续低迷。附近的居民怨声载道，抱怨声四起，有因为他们跳广场舞吵得几天没睡过好觉的，也有好不容易下班想来店里挑特价菜，只能两手空空的。许多人把怨气告去了物业居委会，想评评理，找人管一管，可压根没人能管得了他们。找警察的找警察，告居委会的告居委会，骂街的骂街，轮着一圈下来，他们稳如泰山，气势更是嚣张。他们眼下也看明白了，什么找警察、物业、告居委会的，都是假把式。倚老卖老这一招永远都不过时，除过法律放到哪里都是王炸。那群老头老太太们抢来菜，在家里放坏了都吃不完，可就算是自己吃不完，也不能让别人占了便宜。但这样下去白白浪费也不是办法，再便宜那也都是真金白银花了钱的。他们还衍生出了新的发家致富产业链，专门建了一个群。他们把晚上蹲点1折抢来的菜在群里按9折卖，要赚差价。大有要合起伙来再开一个老头老太太生鲜超市的架势。此举一出，还没等我家恼羞成怒，他们就引来了群众们的口诛笔伐。楼下生鲜超市的菜不用抢便宜卖，家里冰柜放了一碗，都是新鲜的，原价200多的牛肉190，10成新，一口没动，有意联系。还有豆角、土鸡蛋、青鱼什么的，都一口没动过，便宜卖，保证新鲜。张改莲，你有病吧？还有你这样搅和别人生意的，狗屁的新鲜！那菜经了你的手一股臭味，我怕吃了上吐下泻，把我们毒死。别人说开店做生意要有资格证，他才不管你资格证什么的，说自己又不开店，美其名曰只是出二手闲置菜。受不了了，这个世界真是疯了！你们爱买不买，不买别胡说，影响别人买我的。反正我这可是特价，你们去店里也只能原价买，特价的菜我让你们连菜叶子都抢不到。大家都气昏了头，一个个跑来找我，让我想想办法。事已至此，我和我爸一合计，索性就把营业方式改了。连锁店其他店都不变，只是这家改，打折的方式照旧，但是每隔半个小时降1折的时候，有专门员工挨个给菜打单，7点就挨个给菜打9折的单子，贴标签，8点就打7折的单子，以此类推。这样他们贪便宜，提前塞进矿里的东西，没打折就只能按原价买。这个消息告诉了家家户户，可大家都颇为默契地屏蔽了他们几个老头老太太。他们毫不知情，第二天照旧来店里扫荡，扫荡完放犄角旮旯，就去跳广场舞。等到11点半打1折，他们美滋滋地进了店，挤在柜台要结账。黑脸大姨瞧着他们一个个仰着下巴，抱着胳膊，得意洋洋的样子，就想笑。大姨挨个扫码，问要不要塑料袋的时候，姚丽蓉大妈还在喊：“给我来个最大号的！”大姨笑得歪了嘴，一报数986块5毛，有没有会员？那群老头老太太们全都傻了眼。姚丽蓉老太晃了晃脑袋，又掏了掏耳朵，瞪圆了眼睛问：“是多少钱？”大姨拔高了嗓门：“986块5毛。”姚丽蓉老太连忙嚷嚷直喊停，又重复了一遍：“多少？”得到的回答还是986块5毛后，说时迟那时快，姚丽蓉老太差点拔地跃起2米高，连连后退惊叫：“怎么可能？你眼花了吧？你现在可是打1折的时候，你这卖金子的，原价要1万块钱。”一旁的我早有防备，拿出提前放好的一盒鸡蛋，上面清清楚楚贴着1折的标签。我摆正了神色，一字一句地说：“从今天开始，店里每次打折都会贴标签，一律按标签上的时间算。你这些东西都没标签，可不是得按原价买。”那群老头老太太们眼睛一个比一个瞪得圆，脸上五花八门，什么颜色都有。几张老脸红了又白，白了又红，最后变成如锅底般结结实实的黑。相比于他们，所有店员脸上的笑容都格外灿烂。姚丽蓉老太慌了神，触电一般丢掉手里的框子，吵吵嚷嚷说不买了。剩下她的几个老姐妹老哥哥们也都如法炮制：“不买了不买了，你们这就是坑人的，哪有这样挖好了坑专门让人往里跳的？就是黑店，剩下的事就不归我来管了。”黑脸大姨们深谙擒拿术，左手按一个，右手抓一个，骂街的骂街，报警的报警，双管齐下。这群老头老太太叫苦连天，呜呼哀哉，最后还是的不情不愿地掏了钱包结了账。越贪心的人，此时就付出的越多。人心不足蛇吞象，多行不义必自毙。有些人可能会说，那些大爷大妈就是素质低，觉得开门做生意难免会遇到这种贪小便宜的人。既然害怕被人占便宜，那为什么还要定这种营业模式？为什么还要开店？可这不是素质的问题，在街上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之类的，那才叫素质问题。而像这些大爷大妈，单纯就是坏，又贪又坏，自私自利。他们根本不是没钱，从前村里的拆迁户，家家户户都分了房子，分了拆迁款，能有多穷？他们就是计较这些便宜。就算你的营业模式无懈可击，就算你明码标价，可他们依旧有各种各样的说辞和借口。
造谣诬陷诋毁耍赖，无所不用其极。你有张良计，他们有过强踢。孙子兵法36计被他们在坏心眼和战变仪上用得炉火纯青，雁过拔毛，兽走牛皮，哪怕是绿皮火车路过都要被扒掉一层铁皮来。按时间段打单的方式颇具成效。一开始他们还咬牙切齿，不愿意硬生生吃下这个哑巴亏，1折的特价菜抢不到，那就抢5折的。他们开始了新一轮的造谣泼脏水，走街串巷，四处蛐蛐我家店里的东西，这不好那不好的。可是他们渐渐地发现，我家店的生意好的简直离谱。有了这么一整治，家家户户都想着给我撑腰，丝毫没见他们嘴里要倒闭的势头，反而生意更是蒸蒸日上。几个老头老太太气歪了嘴，又心生一计，既然自己不能提前进去挑，就拦着不让别人挑，等到11点他们再进去洗劫。但他们这个计划刚实施半天就告吹了，根本原因是他们忽视了群众的力量。他们堵在我家店门口，影响我家做生意，都不等我们店员报警，左邻右舍就先报了警。花卷头老太太组织着众人要和他们一决高下，声势浩大，场面壮观。花卷头和姚丽蓉的1v1 PK 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大爷大妈的车轮战，车轮战没一会又变成了男女混战。姚丽蓉老太太那边寡不敌众，一个接一个的败下阵，还有警察呵斥警告，不愿意落得一个聚众闹事的罪名，无奈只得铩羽而归。花卷头老太太不费吹灰之力大胜姚丽蓉，拉着我的手向我连连作保，你大妈和你说掏心窝子的话，你别怕，这店你可得开下去，便宜实惠，家家户户都喜欢。他们要是再来闹事，你大妈就带着老姐妹老哥哥们来给你撑腰。他开了枪，人群里接二连三的冒出声音，就是最近的菜市场要10公里，还只开上午，每天买个菜多不方便啊，起早贪黑的，一把老骨头了，哪能经得住这么折腾。张改莲他们实在欺人太甚了，搅黄了好几家卖菜的不说，现在还要来搅和，为了那几块钱的便宜，要耽误这一片人的生活。花卷头老太太的行动力爆表，反手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我，让我有事就给她打电话，她会喊一车面包人来给我撑场面。可还没等那几个老头老太太卷土重来，他们内部就先出了矛盾。按时间段打单的新规定，让他们必须跟在员工后面抢员工贴了标签的东西。这下他们内部之间可就出现了竞争关系，来的早没折扣，货品到齐全；来的晚有折扣，货品参差不齐。那天他们又组团约好了打7、8折的时候来，正好赶在最后一波客流量高峰前，结结实实能占最后一点小便宜。黑脸大姨在前面挨个打单，他们一个个就跟在屁股后面抢。丸子头老太太刚眼疾手快，抢到最后一盒打单的虾，姚丽蓉老太一见痛失所爱，立马就没了什么好脸色。可碍于是自家内部人员，不能撕破脸，纵有不满也只能先咽进肚里。但没成想，丸子头老太太就和开了加速挂一样，前脚黑脸大姨打了单，后脚她就开了闪现，一把夺走。这么一来一回，又一来一回，如此往复，姚丽蓉老太太终于爆发了。她一把推上丸子头老太太，扯开了嗓子就嚷嚷道：你有完没完了？你都拿了多少？马上大部队就来了，这么多人，怎么就你这么不要脸，只知道自己占便宜？同事煮在一锅的菜，谁也不是什么好萝卜好土豆。丸子头老太太不甘示弱，一抻胳膊马上就推了回去，吵吵道：你自己抢不着，关我啥事？东西放在眼跟前，我又没拦着不让你抢。丸子头老太太撇着嘴瞪了他一眼。他们两个在这吵着，一眨眼的功夫，黑脸大衣刚贴好标签的牛肉马上就进了一个歪嘴老头的兜。哎，我说你，这下好了，所有人的战斗欲在此时此刻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顶峰。你推一把，我骂一句，这绊一脚，那啐一口。他们的战士如火如荼，赶在彻底大爆发前，黑脸大姨颇有先见之明的把他们一行人挪出了店。果不其然，姚丽蓉老太太当天夜里就不知道被谁推了一把。这一推本不要紧，但她急火攻心，气得直发抖，脚下也不稳，摇摇晃晃一脚踩了空，直接把脚崴成了骨裂，被送去了医院。骨裂了原本也不要紧，谁知一检查，竟然查出了肾积水。原先他有肾结石，因为有些严重，再加上年纪大，但医生建议他做手术，他不做。他非要说听哪个大夫说自己没事跳一跳尿出来就好了。结石当时是跳出来了，但没完全出来。这下肾积水可是结结实实要动刀上手术台的了。医药费走医保报销，还总共花了4000多。他儿子儿媳妇平时工作就忙，偏偏他还在这添乱，眼下更是憋了一肚子气，把他骂得狗血淋头。贪小便宜吃大亏。丸子头老太太听他出了事动手术，以为是自己差点闹出的人命，吓得在家龟缩了好几天，不敢出门。他们内部转眼就损失了2员大将，而剩下的都是虾兵蟹将，不成气候。这套离间计实施还不到1个礼拜，他们内部个个都反目成仇。
他们把对我家店的气通通撒在了昔日的同胞老姐妹老哥哥们身上，甚至为了买到便宜又更好的菜，不惜在打9折的时候就来扫荡，哪怕自己没占到多少便宜，也绝不给他们留活路。可折腾了没几天，自己的退休金就霍霍不动了。亏了他们的福，我家店从此以后算是彻底解决了心头大患，生意也步入正轨，每天的营业额都很不错。黑脸大姨们数提成数到手软，月底的时候更是发了奖金，笑得合不拢嘴。他们对着我直夸，这法子好呀，你之前还总担心人工，怕按时间段打单的活太累，这类点算什么？那群老东西再也不敢来了。快要10点，我们已经准备闭店了。现在店里的东西根本等不到11点就会全都卖完，被人挑剩下的烂菜叶子们也会一起打包好，有专人来收。大姨们一边收拾一边和我唠嗑，听说这附近马上要开家卖保健品的，你们知道不？啥保健品？还能有啥呀？专门糊弄老头老太太们的东西，吃了治百病呗，不都是这套说辞？早晨喊人去听课领鸡蛋什么的，说是天天去天天能领，只要动动手扫扫码。可天上掉馅饼了，哪有这么好的便宜天天给你占的？卫生一打扫完，灯一关，卷闸门一拉，这算是闭了店。如黑脸大姨们所说，没过几个月，这附近就开起来一家专卖老年人保健品的店。店面不大，没怎么装修，门口都摆着产品盒子。开业那天，10里8乡的老头老太太们听说能免费领鸡蛋，就都来了。刚开始只是听听课就能免费领鸡蛋，后来就要他们挨个扫码，也不知道扫的什么码，就再给一盒价值388的产品体验装。那家老板是个女人，看起来和和气气低眉顺眼的，一口一个直喊老头老太太们爸爸妈妈。一听要扫码，花卷头老太太马上就不干了，按着手机质问那女人，你这是扫的什么码？要注册什么账号？那女人笑了笑，蹲在她跟前，杨妈妈，您别急，我们这都是正规门店，扫码注册的是我们公司会员的账号。这会员账号可是要消费满2800才能注册的，但是我家出到宝地，见到各位爸爸妈妈们格外亲切，所以特地和上头老总申请了10几个名额，这样爸爸妈妈们以后在咱家买产品就能享受内部的折扣价，价值2000多的东西只要1000多。姚丽蓉老太太大病初愈，就特地赶来占便宜，一声声爸爸妈妈哄得他们几个眉开眼笑，两只耳朵只听见2000多的东西现在只要1000多，而且名额还有限，马上就喜上眉梢。那女人见花卷头老太太无动于衷，马上就一脸伤心，说道，我们都是正规门店，有营业执照的，我把你们当亲爸妈看，没想到爸妈却对我这个女儿不满意。姚丽蓉老太太一屁股撅开花卷头老太太，把自己的手机递了上去。她笑嘻嘻地说，大闺女，大妈不怎么会使手机，只会弄个微信，你帮忙给大妈注册一个，他们只会扫兴，这便宜他们不占，我们占。一个和他昔日的同胞老哥哥马上的就附和起来。高低肩老头见缝插针，也掏出自己的手机，没错，大闺女，他们不信你，我们信你，你喊我一声爸，我就拿你当亲闺女看。花卷头老太太在社区里挂了个闲职，平时没少接收反诈的洗礼，现在看到这操作，马上就呼吁大家别冲动扫码，别贪小便宜吃大亏，到时候信息泄露，卡里的钱什么时候丢的都不知道。明事理的老头老太太们也跟着提起警惕，那免费的试用装也不知道来路，索性凑热闹领个鸡蛋，也算没白白做一上午听课。大家走的走，散的散，唯独平日里那几个爱占便宜来我家店里闹事的老头老太太们偏离大部队，自告奋勇留了下来。留下来的都享受 VIP 待遇，不过这个待遇可不是普通的 VIP， 是 VIP 诈骗的待遇。他家店红火了1个礼拜，突然在一夜之间就人去店空。那天晚上我照旧看店，和几个黑脸大姨都是真真切切看到他们紧锣密鼓的把店里的东西都搬上了大卡车。这一夜蒸发的操作，那群老头老太太们又傻了眼，有的说自己卡里的钱少了1万多，还有说吃了保健品结果病越来越严重的。他们上门讨说法，店里空空荡荡。事已至此，姚丽蓉老太太还不相信自己已经上当受骗，她站在店门口汗流浃背，掏出手机眯着眼睛连拨了10几通电话，可电话那头都是无人接听。她的脸一下子惨白如纸，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我的钱我还用了我儿子的2万块，他说充值了啥时候都能用，还能返利赚钱，这可怎么办啊？那天的场景格外惨淡，几个老头老太太抱头痛哭，挨个给儿子女儿打电话报警，打不通的就自己去派出所。诈骗这种事层出不穷，本就抓住了爱贪小便宜的心理，贪心这种事无可厚非，1块2块只是薅羊毛的乐趣，但失了理智，钻了牛角尖，就会酿成大祸。黑脸大姨一边嗑瓜子一边点评鼻涕眼泪甩了满地的姚丽蓉老太太，也是孤家寡人，他们这几个儿子女儿都不亲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作孽，老了子女们不愿意管，只管有吃有喝给点钱就行。别都怪子女，有些老人就是那样，哪怕样样不缺，骨子里的恶劣是变不了的。我笑了笑，
认知程度决定了上限。贪小便宜吃大亏，这句话我们都听过，可类似的闹剧好像每天都在上演。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无论什么，总要付出代价。那些灾祸完全是由自己招来的，一丁点都怨不得别人。有时候免费才是这个世界上最贵的东西。